给你爹烧纸，愿老天开眼，保佑你爹沉冤得雪，魂归故里。嫂子，福海来了。啊，娘，福海来了。春儿，你福海来了。哦。大娘，我来给匡国烧烛香。好。匡国哥，你若在天有灵，一定要保佑老太太和嫂子长命百岁，保佑垂儿考取功名，光宗耀祖。垂儿没事吧？代公报样，无见外客，请回吧。我有急事，都闪开。卑职李治，拜见代公。程烨，你回来了。起来，让我好好看看。等等。程烨啊，晒黑了，也壮实了。看来送你出去锻炼一下是对的。多谢大人垂爱。这些年，我历任汴州判佐、并州法曹，虽无建功立业，但也跟随几位前辈经历了些事，见了些人，深知人心叵测，仕途艰难。此前我在长安少不经事，给您和家里都添了不少麻烦，卑职心中时常会心怀愧疚。漂亮话就免了吧。你知道这次把你调回来，所谓何事吗？听说前几日有5户人家诈了尸。死前都是当兵的，当时都因为通敌叛国被当场处决，如今诈尸，惹得街头坊间人心惶惶，议论纷纷。刑部和监察院都不想接手这个烫手山芋。我如今抱病在床，也只好把你临时调回来，组织人手，独立办案。可大理寺高手如云，您为何会选我？此事牵扯到兵部，稍有不慎，粉身碎骨。你在朝中没派系，又算是皇亲国戚，纵观朝野，没人比你更合适办理此案。可是卑职身边只有一个跑腿的。你需要的人，
我都写在这里面，能不能为你所用，那就看你的本事了。怎么每次都这样？就不能大大方方的走正门吗？呀，胖子，怎么瘦成这样了？为谁笑得人憔悴啊？哼哼，反正不是为了你，你要找我爹啊！我爹在西乡呢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别打扰本小姐写字啊！我不是来找你爹的，我这次是专程来找你的。找我？我想代公之所以选你，是因为你的博闻强记。你自有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。你爹在刑部当侍郎的那几年里，你看过了几乎所有的刑部卷宗。那又怎么样？省得我要亲自去看了。切，真笨。切。哎，买肉了。他用的刀怎么跟其他屠夫不一样啊？他用的是双刃柳叶刀，只有2种职业的人会用这种刀，商议仵作。请问，你要哪部分的肉？肋排3两，脆骨3两，里脊3两，必须要骨肉分离。这刀法就算庖丁在世，也不过如此了吧？谭双叶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你谭家从前朝开始9代仵作，系以精湛名震朝野。你爹被卷入谋反案，发配充军，你沦为屠夫，终生不得入朝当差。我说的可是事实。来者何人？我姓李，名志，字承业。这位复姓上官名子苏，我们是大理寺官差，想请你出山，担当仵作。这一天我已经等了一辈子，终于等到了，你们终于来找我了。老大，我找着他了，在哪儿？反舍。老大，这位是谭双叶。上官子苏姑娘，你好。我老大走提起你。是吗？萨摩多罗。你想死？四娘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错哪儿了？错在我不该拖欠房租。继续。我不该偷吃客人盘里的菜，让客人发现。一盆鱼头豆腐从厨房到饭桌一共30步，你给人吃的只剩下2块豆腐，连汤都不剩，你倒是给人留1块鱼骨头啊！我那不是怕把客人给扎着吗？就是他。对，就是他。知错就好，好好反省我啊！哎，四娘，别走啊！救命啊！
多谢官爷救命之恩。小人复姓萨摩，名多罗。你是西域人？没错，小人祖籍迦兰，来长安有段时间了。各位客官，里面请。哎，客官到，客官到！来来来，客官里边请，我给你们倒茶去。四娘，他不是冲咱们来的吗？抓也抓不到咱那儿，我们都从良了。再说了，他们现在抓人也得有点证据吧？要是真逼急了，我弄死他！我。茶来喽！各位大官人，请用茶。谢谢。上官姑娘小心烫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姓氏？您穿的衣服面料特殊，长安城穿得起的人只有2、3家。这2、3家当中，适龄女眷都已经嫁人了，还能在街上随意走动的，似乎只有上官家的紫苏姑娘了。哼，消息倒是挺灵通，不过耳尖可不算什么本事。皇兄说的是。哼。你怎么知道我姓黄啊？半个月前，城西的皇室宗族办了一次100年庆，10里8乡皇室宗亲都去了，每个男丁都发了一根刻黄字的黄银木发簪，以作纪念。哼！我簪子呢？在这里。我一时好奇，就拔下来看看，不好意思啊。手还挺快，做贼没问题，干正事儿，哼。不行，照你这么说的话，你更适合做个屠夫，而不是仵作。哎不，你这个又是怎么看出来的呢？他裙角和鞋帮都泛着油光，腰间和颈部有勒痕，从位置判断应该是屠夫系的那种围裙。寻常屠夫虎口才有茧，而他食指外侧和拇指内侧有茧，只有常年使用柳叶刀的人才会在这种位置有茧。那就只剩下2种职业：商医、仵作。你怎么知道我是仵作，而非商医？你身上有防腐膏的味道，商医要防腐膏干嘛？这位妹妹姓谭吧？我跟你的父亲有过数面之缘。非常敬佩他的技艺，眼力、见识、分析能力都还不错。那我现在只想知道，你之前作为顾问，为大理寺也断过不少案子，为什么会被驱逐呢？各位官人请慢用。你但说无妨，既往不咎。宣为大将军府侍妾，我在现场一时没忍住。谁知道那是大将军凯旋归来，皇上御赐的点心啊！笑什么？我一用脑子，肚子就特别饿。哎，本来还可以靠断案赚点外快贴补生计，打那以后，我一顿饱饭都没吃过。吃饱饭容易，只要你肯为我做事。对不起，请恕草民拒绝。为什么？他的官靴看外形和款式产自于汴州，他自称是大理寺的官员，可是他的腰扣是并州的，也就是说他是从外省调来长安办案的。当下只有诈尸案才会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，事关兵部、三司都觉得是烫手山芋，想往外推。我一介草民干嘛往这种事情里扯啊？所以我还想多活2天。开个价吧。哎，钱我很喜欢，但我更想好好活着。500文，痛快。感谢各位官人的抬爱，小人笑纳喽。四肢僵硬，无体温，无心跳和脉搏，无生命体征。衣服料子不错，生命线挺长的嘛。你是仵作吗？啊，不是仵作，站一边去。对了，赵匡国突然出现，当时还有什么其他人吗？有李福海，他跟匡国是发小，他们俩呀是一起应征入伍的。他竟然活着回来了？他有没有讲赵匡国是怎么处决的事情？只是说被判了通敌叛国之罪。我夫君如此一个热血男儿，
他平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杀敌报国，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等事情吗？然而我们问李福海，他吞吞吐吐的。我们看他不愿意说，想必是军中的规矩，所以没好多问。那个李福海现在在哪？那天匡国诈尸的时候，他也在，现在在家静养呢。大张掖，赵匡国死了多久了？我还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。这种情况，因为他无尸斑，也没有腐烂呢。那他是死是活？还不能确定是死尸，也不敢贸然解剖啊。哎，你那边有什么发现没有？完全没有。哎，还钱！既然如此，我们去找李福海吧，看他那边有没有线索。好。哟，二位今天回来挺早的，楼上打扫好了，上楼休息啊。贵客2位上楼啦。你想干嘛？你觉不觉得这2个波斯人有点意思啊？你要是敢伸手，我就把你爪子剁了喂猪。干嘛？真把我当贼了？难道不是吗？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招呼客人去。福海可怜呐，好好一个大活人，忽然受了惊吓，几天功夫就没了。老天爷真是不开眼呐！是啊。把棺材放下。我们是大理寺的，李夫人，尸体下葬前，我们要开棺验尸。开棺凭什么开棺？不行，不能开棺啊！不能让他开啊！开棺，不能开棺啊！不能开棺！夫人，不能开棺呀，夫人！这尸体有些蹊跷啊，怎么说？需要带回去解剖才知道。验尸！官人，万不可！听说验尸，让我如何下葬？官人，出去！我求求你，我求你给我想办法验尸吧！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！走，快走，出去！快走！把门插好了。这老爷呢？人呢？人呢？怎么样？没头绪。我之前看的都是刑部卷宗，战士档案应该都在兵部的卷宗里。兵部的卷宗可没那么容易找，要通过兵部侍郎度量员的首肯才行。喂，干嘛去？啊，要不你自己先去，我在这等你。把钱还我。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，我之前就是偷吃他们家的点心，挨的也是他们家的板子。
进去吧，有事我担着。走。这度良原正是之前大胜突厥的宣威大将军，大捷之后清除边患，回京后官拜兵部侍郎，现在是朝中至上可热的红人。在下大理寺李治，求见杜侍郎。杜侍郎好武功，卑职心悦诚服。找我何事？直说。近日将士诈尸之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，人心惶惶。如今又死了一名将士，卑职认为其中必有隐情，应当与当年的战场旧事有关。还请杜侍郎允许我们查一下兵部的卷宗。事关民心，还请杜侍郎多加配合。好，稍后我便手书一封信，你们带去兵部，便可畅通无阻。多谢杜侍郎成全。主人，卵石已经烧热，随时可以汗蒸了。客官，您里面请。慢走啊！三个多罗。来了。四娘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错哪儿了？不知道。那你瞎认什么错啊？不认错不被你活活打死。这2天你老不在店里，想忙啥？诈尸案找我帮忙，不许去。他们可以出很高的价钱啊。那也不许去。那我的房租不用交。我还碗没有洗。不用洗。听好了，离当差的远点，不然的话，剁了你做肉包子。哼！没想到兵部的卷宗浩如烟海，如此难查。乙未年5月初9，处决左大望陵驻江司礼全兴赵匡国，罪名是通敌叛国，就地活埋。李福海的死因已查明，此人并非神思不属而亡，而是死于他伤。致命伤在这里。伤口并不明显，看上去像薄如蝉翼的软性兵刃所致。软性兵刃。杜侍郎，当年赵匡国等人背叛通敌叛国，究竟有何隐情，能让堂堂兵部侍郎亲手杀人？李福海是死于薄如蝉翼的软性兵刃，这不正是您杜侍郎的独门兵刃吗？
世上用软剑的人千万，为何死了人就要算在我的头上？若真是我干的，为什么要用软剑？好让别人知道，这人就是我杀的。无证据，没章法。难道你们大理寺就是这么办案的吗？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些将士当年没有死于敌人之手，难道现在要死在不明不白之人手上吗？当年我军扎营黄沙帐，我们的马匹突然中毒身亡。经查，发现上游有一个波斯商队在水中下毒。他们此行的目的正是长安。事关大唐之安危，我派兵前去交涉，想收缴毒药，驱逐商队。此时李福海来报，那赵匡国为了钱财，竟与波斯人勾结，试图毒杀我军将士。我当即下令截杀波斯商队，赵匡国等人通敌叛国，就地活埋，以振军威。而波斯商队负隅顽抗，我军将士死伤惨重。这就是你要的隐情。此事的来龙去脉，兵部上下全都知道。想查，我们随时可以配合。看一看，看一看了啊！哎，走过路过别错过了啊！辟邪神器，大吉大利，财小人了啊！镇宅宝物，来，干什么呢，萨摩？啊？人家都在讨论诈尸冤情的事情，你怎么还有心情在这坑人呢？我借个风声卖个东西，要啥心情？随便你。现在人们都在传当年的杜将军，现在的兵部杜十郎，为了一己私利，陷害赵匡国等将士。现在冤情重现，他们要杀人灭口啊！哎，大哥看看，哎，你听我说，开我光呢，开我光呢！哎，你这个可是我的镇摊之宝，价钱好商量。哪来的？问你呢，哪儿来的？求我呀！哎，我就哪来的？这个从2个波斯毛贼那儿弄来的。普通人走路双臂微晃，以保持身体平衡，而那2人脚尖微颠，身形僵硬，这是常年走夜路形成的习惯。第一次见面就觉得他们形迹可疑。那天趁他们出门，我潜入房间四处搜了一遍，发现了这个小瓶子，味道刺鼻，必有剧毒。他们回来的时候，喂，二位回来了，我再帮你们打扫房间。不用了，不用，早点休息啊。这枚戒指还没来得及摘。看我干嘛？纯属意外，这个不算是我偷的。原来你在这儿，我找了你半天。怎么了？我本来打算将茶燕的尸体下葬，却在伤口处发现了一丝乌青。这是一种罕见的毒药，药性缓慢，不易被发现。死者应该是先中毒，刀是后来补的。此人如此精心布局，难道就是为了嫁祸给杜良源？哼，终于反应过来了。难道是波斯人回来复仇？杜良源因为波斯人私藏毒药而屠杀了整个商队。有幸逃脱的人很有可能回来复仇，他们用软刃来嫁祸杜良源，又通过士兵诈尸来造成杜良源杀害下属的假象，最后再杀了杜良源，使之看起来像畏罪自杀。多么完美的复仇计划！三炮，你赶紧通知杜侍郎，最近一定要严加防范，万事留心。好。所以现在只要证明2个波斯人手中的毒药跟死者身上的一致，我们就证据确凿了。大理寺办案，闲杂人等尽速回避。
畏罪自杀，这么快就结案了。一切终于是尘埃落定了。双叶也查出来了，那几个诈尸的人其实是中了一种特殊的迷药，是由闹阳花、草乌、川乌、乳香、没药等磨成极细的粉末，再加上热酒调服，可以把人的生命体征降到最低。想来是从屠杀中逃脱的波斯人，把这些活埋的将士救起来，弄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逃回中原，假装诈尸还魂的假象。把这个呈词送到将军那里，这个案子就算结了。好嘞。如果每次结案都是这种规格的话，我不介意帮你多破几个案。哎，你可别把功劳说的跟你一个人似的。我错了，紫苏姑娘，功劳都是你一个人的还不行吗？以后呢，功劳都归你们，吃的归我。不好了，度量员暴毙了！啊？什么？跟之前死的那2个人一样，中的是一种毒，只是剂量增加了很多倍。把人给我带回去，我要好好的查验查验。什么？带回去？不可呀！我家主人那可是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呀，你们不能对他的尸身这般糟蹋呀！罢了。近日可有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吗？有，确有一事。昨日我家后院厨房曾被人闯入过，当时就把厨房里边的米面蔬菜全都给扔掉了，怕的是有人再投毒，与我家主人不利呀。如果只是在食物当中投毒的话，应该大家都有事，不可能死的只有度量员一个人。老伯，能不能带我去厨房看看？啊，好。杜侍郎，你怎么就这么去了呀？杜侍郎，你标兵千古，功在千秋啊！司政委打别闹了，你这一去，不好意思，让朝廷怎么办？皇上怎么办啊？装活人简单，装死人也容易。装不活不死的人就难了。嗯？等等，你知道人身上哪部分最柔软吗？哪里？眼睛。可是他闭着眼呢。哦。终于肯醒了。你们这些混蛋是怎么知道的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寻常武夫只在拇指戴扳指，而你却在小指戴戒指，想必是在戒帽中藏有毒药。我翻看你右手时感觉很轻，都说醉汉死沉，那是因为人在神志不清时无法控制肌肉，手轻就意味着你当时神志清醒。我没有马上戳穿你，是想搞清楚你真正的动机。而且，你那枚戒指与波斯人同款，你穿的衣裳虽是大唐款式，面料却产自波斯，
把这几条线索联系起来，再加上你之前密会波斯人被杜十郎活埋之时，真相就在眼前了。你先服毒，造成假死之效，药劲过后就出去作案。我们第一次来时，你刚杀了李福海，随后你又潜入杜十郎府的厨房，故意翻得一片狼藉，造成想在食物中投毒的假象。但你真正的目的是在卵石上下毒。你曾在杜十郎帐下知道他练武之后有汗蒸的习惯，汗蒸之时全身毛孔预热打开，卵石上的毒液蒸腾为气体，就进入了杜十郎的体内。我还用这块手绢擦过杜十郎的身体，回来查验，果然含有剧毒，证明这就是你杀害杜十郎的方式。樊社的那2个波斯人，你们也早就串通好了吧？没错，当日我们被活埋，还有一息尚存，就是他们救了我们。当时我心里就想，一定要回来找杜良源报仇。当年明明是你贪恋财富，通敌叛国，你有什么可复仇的？贪恋财富的是杜良源才对。有一支波斯商队在我们营地附近经过，杜良源准备觊觎他们的财，就准备将之截杀。可事出无名，只得下毒毒死自己的几匹军马。栽赃是波斯人所为，要我们前去暗杀细节。波斯人毒杀我战马，截杀波斯商队。是。军令不可违。我心下不忍，告知了真相，让波斯商队把财宝都留给杜良源，尽速逃命。没想到我们却被误以为与波斯人合谋，当场被擒。我们几个人有口难辩，又是唯独几个知道毒杀战马的人。杜良源当借此机会给我们一个通敌叛国的罪名，将我们活埋。杜良源丧心病狂，对波斯商队大肆杀戮。是2个逃走的波斯人，冒死将我们救下。从那时起，我们就开始密谋这个复仇计划。你的境遇，我深表同情，但法大过天。拿下！是。闪开！微臣代奏，愿陛下龙体圣安，万岁，万万岁！别演了，再演下去，你信不信朕治你个欺君之罪啊？陛下圣明。对了，案子破了吗？有关人犯都认罪伏法了。
那小子的伤势如何？伤势无大碍，休息一阵，就能启程回汴州了。还是让他留下吧。这次他破案有功，朕让他接任大理寺少卿。微臣替李治谢主隆恩。再怎么说，也是建成的亲生血脉。派个人好生看着他，干得好，加官进爵；有异心，斩草除根。臣遵旨。你来干嘛？我爹听说你受伤了，专程给你送鹤顶红来，祝你早死早超生。伤口清洗后，每日敷1次，一共敷10天，敷10次，应该就会好的差不多了。替我谢谢他，改日我会登门拜访。对了，我可警告你，下次不准再干这种事情，我可不想再给你送1次药。如果我不挡的话，萨摩就没命了。那你傻呀？那你不也会没命吗？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更何况我已经答应那家伙要罩着他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说话得算数吧。尹少卿，哎呦，大概是昨夜几时发生的事情。子时之后了，昨天晚上那雨下的也忒大了，我店里好多食客都赶不回家去了，我就延长了营业时间。有人与他同行吗？有，不过先回家了。另一个后来也不见了，我到处找了都没找着他呀。死者身份要不要公开啊？先别急，先带回大理寺，等双爷的解剖结果出来再说。明白，抬走吧。萨摩，哎，上菜，来啦！上羊排，稳着点啊！香，来，客官，您这边香喷喷的羊排来啦！二位，你们点的羊排，请慢用。哎，来啦！让二位看看，这是我们店的招
招牌菜，可不错呢。哎，好好干啊！好嘞，给我慢用啊！你先尝尝，我一会儿就过来啊。好嘞，好嘞。昨天封禁酒馆那事儿，你说邪乎不邪乎？可不嘛！酒馆在闹事，不可能有人进得去。是啊，你说这堂观都被通缉整整1年了，这还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！哼，我觉得呀，哎，二位客官，这事儿根本就不是人干的。这一共是80万，能找了。说那个尸体被撕成了一块一块的，就像是在森林里。又在偷懒啊？没有。哎，你可别说了，慢慢吃啊。这一会儿啊，在阳台我该吃不下去了。听说那封禁酒楼昨晚死人了。哼，他们啊，仗着地理位置好，就往酒里掺水。现在吧，活该。哎，要不咱们店也先关店2天，正好呢，好好准备新菜式，迎接大多的顾客。想太多，你去哪儿？大理寺。你个死老外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干活！啊！来，双叶，你能不能不让人家慧慧乱跑啊？哎，你东西能不能不乱摆？你怎么不摆城墙上去啊？你。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排除人为伤害。为什么？因为喉部的齿痕迹很深，浑身上下有多处撕扯的痕迹，应该是大型猛兽所致。长安城有大型猛兽出没？请进。是紫苏吧？是我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。死者是在树上面发现的？没错。我听说豹子会将死去的猎物藏在树上。豹子？不，老大，离长安城最近的山林在西北方向，要不我去打探一下？好，你去备车。初步判定，死者是死于意外，通缉犯的身份可以公诸于众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哟，李少卿，这么容易就下定论了？哟，不请自来嘛。这么诡异的案子，我如果不出一臂之力的话，怕你们玩不转。报个价吧。这次免费，你之前替我挡了一刀，算还你个人情，咱们两清了。来，当心点儿。快走，快走，走。哎，怎么见了我们跟见了瘟神似的？来，回来，哎，回来！来，别怕，我们是大理寺官差。谢谢。啊，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官人，您不知道吗？昨天长安城里死了人。我们就是为调查此事而来。官人，您可千万要救救我们呀！我们什么亏心事都没做呀。此话怎讲？这怪兽常年都在山林里，10年前出现过一次，后来就再也没有人见过。这次却直接进了长安城，哎，一定是有人得罪了他，才会惨遭杀害，真是太可怕了。10年前有人被杀吗？有，死状跟那个人一模一样。那这怪兽到底是什么？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啊，只听过一些传闻。传闻说是只黑豹，
可是我听说所有见过他的人全都死了。这都是没有根据的胡说。长安城里怎么可能会有黑豹？小朋友，来。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走了，走。要我说，一定就是山上的野兽下来捕猎，刚好遇到了县城的猎物。野兽可以是山里来的，但它不一定是自己来，而是有人带过来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有现成的掩人耳目的先例，干嘛不直接利用？回家。什么？哎，还没进村呢就回家？这里已经问到了有效的线索，再待下去只会混淆视听。走吧。走吧。查到什么线索了吗？子苏，礼部尚书刘渊、吴萨将军，还有那姓方的商人，这3个人帮我查一下。子苏，怎么了？那个礼部侍郎刘渊的儿子刘峰，前阵子死在了赌场。杀害刘峰的凶手就是那个唐冠？没错。如果说这个怪物不是从大山里跑出来的，而是被人圈养的呢？谁有这么大能耐，能弄来一只黑豹？这刘渊是礼部尚书，如果他勾结胡使，索要贡品呢？大理寺查，我问你啊，这2天有没有什么大型的马车经过？这几日入城的大型马车并不多，小的记得十分清楚，有礼部尚书刘渊官人，兵部的吴萨将军，还有一位姓方的商人。哦，那他马车里都装的什么呀？这个嘛，小的没接到抽查的命令，于是就放他们过去了。以后查仔细点儿。是。对不起啊，2位，我家主人染了风寒，如果没有提前预约的话，恐怕今天不能会面。你就说大理寺李治有事要找他，耽误不了多久。好，2位这边请。我家主人呐，平常最疼爱公子，一心希望他能继承家业。公子参加科考不顺，去赌场挥霍钱财散心，不料碰到了一个视财如命的杀人犯，结果葬送了大好前程。这么说，刘公子并不是赌场的常客。他那次是第1次去赌场。管家。啊哈，对不起了2位，我家主人实在是不愿意回忆与公子相关的事宜，待主人调整好心情，择日专程邀请2位官人来府上做客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告辞了。啊，走。那慢走，不送了。请。请。哎，不用送了，回去吧。哎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得去趟风信酒馆。一起去吧。你是官差，一身正气的，谁见你不怕？你能问出什么呀？你等消息吧，我去就回。哎。老板，来一坛黄酒。哎，来了来了。
最近人都不多啊。自打出了那个事儿，好多人都不敢来了。我听说当时跟唐冠一起喝酒的那2个人，现在也没消息了。其实啊，就是为了自保。怎么讲？我看小哥你不是官府的人，我就跟你说说。啊，那2个人呢，是唐冠的结拜兄弟，都是岭南人，经常照顾我的生意。这唐冠出逃以后啊，就是他们俩暗地里接济他。要说有人找唐冠复仇的话，这2个人肯定会被牵连进去。那这2个人也挺可怜的啊。是啊，其中有一个还开着烧饼店呢。这不，最近呢都不敢营业了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哎，你是谁啊？你是苏老板吧？我是啊。啊，那个我大理寺的。我们老板不在家，你走吧。哎，就想随便跟你聊聊。你怎么听不懂话呀？苏老板不在家。不是。哎，那你能不能给我说一下城里的地址啊？你不是官差吗？自己查去。什么呀？什么态度？啊啊！等啊啊啊！倒霉死了！哼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死者陈礼，
这是之前的死者唐冠，可以确认这两个人的伤口几乎完全一致。两起案子的现场情形也基本相同，应该是同一凶手所为。这应该是连环杀人案。听说昨晚平康坊也死了一个人。对，已经确认是自杀。和这两个人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。我来的路上去了趟平康坊。去那儿干嘛？我在樊社听说平康坊刚刚有个姑娘上吊了。我查到这死者陈丽和上吊的雪儿姑娘是相好，而且刘尚书的堂弟也想把这雪儿姑娘娶回家里做妾。刘尚书，礼部尚书刘渊，正是。而且这刘尚书的堂弟刘波，他一直住在刘府里。走。这是我的堂弟刘波，近日来到长安城做生意。哎，刘尚书，您的这位堂弟，我怎么看着有些眼熟？或许是因为我们兄弟之间有些相像罢了。啊，不，我总觉得在别的地方见过。你是不是去过平康坊？是去过。雪儿姑娘的死，你可知道啊？有耳闻。别装了！想要为雪儿赎身，纳她为妾的人，就是你吧？不，这就是他，那又怎样？你们如此无礼，如此咄咄逼人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之前唐冠一案与此次平康坊风波，恐怕都与你刘府有密切的关系。刘尚书，你应该知道，朝廷重臣犯案是什么后果。我刘渊向来光明磊落，做了就是做了，没有就是没有。那刘尚书能不能说明一下，近几日从城外进来的大型马车之中都装了些什么？哼，我这没有必要告诉你吧。还有，那间房间里又有什么？是府上堆放杂物用的。哦，那全府上下只有那个房间上了锁，难道是怕什么东西跑出来？一派胡言！老大，确实在上锁的房间发现了豹子，但不是黑色的，跟他一样是个病号。哎，不对啊，你这看着身子骨挺硬朗的呀。你是什么人，竟敢私闯我的府邸？什么人？这还不够明显吗？刘尚书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李少卿，您误会了。主人，事已至此，也别再瞒着了。我家主人风寒缠身，终日被病痛所折磨。偶然间听高人说，爆骨入药可以治疗筋骨疼痛、风寒湿痹，便利用职务之便所得病报一支，圈养在家中后院。这府上所有人都能作证，这病报从未走出刘府半步，更不用说杀人了。我想再回现场看看。三伯，我们走。三伯，
谢谢。四娘，你听说过会变成黑豹的猫吗？哼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你们大理寺很奇怪。什么态度？也许我们一开始就想错了。你有眉目了？还没有。那就更想不通了。2起命案里都发现了猫爪印，但是看起来又是猛兽所致。子苏，你去查一下唐冠、陈李还有苏阳明这3个人的关系。早就查过了，这几个人成天走南闯北，居无定所的，能查到的资料实在太少了。那以前的资料就什么都没有吗？他们来到长安城也就1、2年的事儿。那你就去查一下，他们来到长安城这1年里，有没有重大的案件发生？嫌犯祖籍是岭南的，重点关注一下。有人要吃饭吗？哎，我要烧鸡、烧鸭、烧鹅，迟早把你给烧了。不三不四，开饭！你怎么了？不是，三炮怎么没来？我让他悄悄溜到刘家，看看有什么线索。不对，刘尚书应该跟此案无关。过来。紫苏姑娘，紫苏姑娘，查到了2起案件，一是地下钱庄被洗劫一空，21名岭南籍的马匪被处死。马匪？什么来头？当时有一个马匪集团，经常在官道上流动作案。那个官道在哪里啊？就在城南，通往山区的那边。哦，走。大爷，跟您打听个事儿。好，这儿前2年是不是有几个马匪老抢人钱财？马匪？没有没有，我们这儿安全着呢。倒是前2年啊，我家人进山，让黑豹给吃了。黑豹？啊，吃了好多人呢，这尸体都在这里呢，头都不见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。老爷子年纪大了，别听他胡说。你们这边有黑豹出现了？是死了些人，但都不是我们这儿的，好像都是些商人啊，还有当官的。我觉得呀，就是钱来的不干净。不是人为的？谁知道呢？哎，对了，以前啊，这里有个茶铺，但是自从搬走了以后，就再也没出现过。行，谢谢啊。啊。我知道怎么回事了，怎么办？我需要你们的帮忙。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停止营业了，麻烦你请回吧。那个，我是来找苏老板的，我之前来找过他，你告诉他不用害怕，我们已经找到杀害唐冠和陈李的凶手了。请进来说话吧。哎，哟，苏老板这是怎么了？2位朋友相继遇害，对他打击太大了。他觉得没有保护好他们，尤其是我哥哥陈李。原来陈李是你哥哥，那你们现在准备怎么办？
长安城里痛苦的回忆已经太多了，想回老家重新再开店。云溪，快给客人们倒茶。哎，好。三位官人，坐吧。我刚听说，凶手找到了。是。凶手曾经将同样的杀人手法运用在官道抢劫钱财上，然后呢，再把受害者制造成被猛兽袭击了的样子。太可怕了。请喝茶吧。那凶手为什么要杀二哥跟三哥呢？啊，我先喝口茶再说吧。不过呢，我今天来找你，是希望你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。我要能帮到什么，您尽管说。我和云溪一定倾尽全力的帮助破案。我先上个茅厕，回来再说。云溪，快给官人倒茶。哎，来，哎，喝茶。哎，谢谢啊。你哎呀，等明天一早，你就会像唐冠和陈礼一样，被黑豹撕得粉身碎骨。萨摩说的没错，真凶果然是你。不可能！我明明看你们几个都喝下去了。哼，江湖伎俩。萨摩，戏演完了，起来吧。萨摩，起来了呀，起来啦！萨摩，明知有毒你还喝呀？萨摩，萨摩，快！萨摩，苏阳明，你可知罪？我无罪，我做的都是理所应当之事。那就让萨摩一条条的来问你。喵。你和唐冠还有陈礼3个人，于2年前来到长安，跟着马匪做起了黑店生意。你们的作案手法很简单，同时也很不容易被察觉。你们在官道旁开了一个茶馆，在茶里和酒里下药，那些歇脚的客人喝了之后就会想去上茅房，同时精神也开始涣散。这个时候，你就会把他放进去，让客人误以为看到了黑豹。这时就会用钢爪把他们杀掉分尸，造成被野兽残害分尸的假象，手段何其毒辣。由于不是人为作案，这案子自然进不了刑部的档案。
所以紫苏对此毫无头绪。后来你们老大被抓了，你们三人呢决定金盆洗手。你呢打算开一家小店，然后娶妻生子，过安宁的生活。可是你这两个兄弟总是拖你的后腿，经常问你索要钱财。你想和云溪结婚，一方面呢你需要继续开店贴补家用，另一方面呢你还需要供养唐冠，以及向陈离准备所谓的彩礼。你终于不堪忍受这样的生活，于是你决定把两人杀人灭口，对吧？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就在我第一次去你店里拜访你的时候。你的房门是虚掩着的，当时我就很纳闷，传闻唐冠是被仇家所杀，他出事后，你作为兄弟不藏不躲，不关房门，可见你根本就不怕有人来寻仇。其二，我自报家门，你却把官差挡在门外，这哪里是寻常百姓所为？我问你陈里的地址，你让我自己去查。此时你是怕引火烧身，才对陈里起了杀心吧？经过检验，这茶壶里面有致幻作用的迷药。他们本身就该死，因为他们没有权利阻止我过我想要的生活。那你有为云溪想过吗？你觉得你亲手杀了他的哥哥，你们还能若无其事的生活在一起吗？这是什么？你说话呀！这是什么？你拿他做了什么？你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，阿明哥，你说话！别喝了！你别闹了！要是没你哥，怎么能变成现在这样吗？云溪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。放开我！我不希望咱们的孩子一生下来就被人瞧不起啊！可是他再怎么不对，他还是我哥呀！云溪，云溪，放开我！这是咱们辛辛苦苦挣的钱，干嘛让你哥拿去妓院花呀？他可以喜欢自己的姑娘，但是他不能花咱们的钱呢。他知道这是从自己亲妹妹身上剥削吗？那你也不能杀了他吧？你怎么能狠心做出这种事情？你怎么能这样？你怎么能这样？哥哥不见了之后，我隐约有感觉，但是我不敢想，阿明哥竟然敢做出这样的事情。云溪，我承受的怎么没有人能看见呢？我苏阳明要的并不多，我要的只有你，一点都不多。我就是希望跟你，还有我们的孩子，过着最普通的生活。我之前想过，我想去求你哥，还有二哥，别再打扰我们的生活。可他们不听，那你让我怎么办？苏阳明，你可知罪？我没有罪，我自己做过的事，我从来都不后悔。来人，押下去，关进大牢，择日审判。
拿好啊，慢走。你看，你这弄到脸上了。没事。干什么呢？少年怀春啊！怀你个头啊！我的眼中只有烧鸡，没有人。哎，干活，干活！哎，听说他又救了你一次。这次不算，这次呢是我故意安排的。值得吗？不就是个案子吗？值得服毒吗？命没了怎么办？什么重要啊？我记得你们中原好像有句老话吧，叫做那个受人滴水之恩，必当涌泉相报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先干活去了。他是官，咱是贼，就像猫和老鼠，永远不能为盟。哼，这效率还挺高，这才几天呢，已经破了2起大案。哎呀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那得算陛下慧眼识英才呀。可微臣担心的是，担心什么？协助李治办案的那个萨摩，住在樊舍。樊舍掌柜公孙四娘，据说许多年前曾是黑道上叱咤风云的马匪头目。那你是想抓人？微臣的眼线说，这个四娘对李治没什么好感，臣担心她对公子不利呀。那就找个机会试探他一下。要是已经改过自新，就既往不咎；可要是还有祸心，立刻出斩。臣遵旨。